我想先带你看一个画面。一个瘦削的男人脚上踩着一双磨破的草鞋，手里拄着一根竹杖，独自站在一道高层入云的山脊上。他的脚下是翻涌不息、一望无际的云海。远处的山峰像一座座孤岛，刺破云层，层层叠叠，消失在天边的金色雾气里。整个天地浩瀚无比，而他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黑点。这个人没有官职，没有靠山，也不为了做生意，不为了打仗，不为了赶考。他做的事，在当时所有人眼里，都是一件不可思议，甚至有点方的事。他把自己一辈子的时间、体力和几乎全部的家产，都拿来做了一件事：旅行。独自一个人背着行囊，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，整整走了30年。他叫徐霞客，活在400年前的明朝末年。在那个没有汽车、没有火车、没有地图导航的年代，他靠着一双脚、一双草鞋，走过了今天大半个中国，登黄山、攀雁荡、泛漓江、探云南、溯长江的源头。一路上，他风餐露宿，九死一生，被强盗抢过，在荒山里断过江，好几次差点把命丢在路上。可他从没有回头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跟着他的脚步，去走一走这趟跨越30年的孤独壮游。在开始这趟旅程之前，你得先认识这个人，还有他留下的这本书。这本书叫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它不是凭空想象的故事，而是徐霞客30年里几乎每天亲手写下的旅行日记。他走到哪，看到什么山、什么水、什么洞，当天晚上就一笔一笔记下来，前后写了60多万字。后人读了都惊叹他是古今游记第一。可你要先明白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读书人选择这样过一生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徐霞客本名徐宏祖，侠客是他的号。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书香家庭，从小就绝顶聪明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聪明的读书人只有一条路：读4书5经，考科举，做官，光宗耀祖。可是徐霞客偏偏对这条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真正着迷的是那些讲山川地理的古书，那些画满了名山大河的图经。别人在书房里死背应考的文章，他却在偷偷神游天下的奇山异水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有一位开明的母亲。在那个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，当徐霞客说出他想放弃科举，出门远游的念头时，他的母亲没有骂他不务正业，反而鼓励他：好男儿就该志在四方，怎么能像冷巴里的小鸡、车辕下的小马一样，困在家门口过一辈子？他甚至亲手为儿子封制了一顶远游冠，为他打点行装。于是在22岁那年，徐霞客戴上母亲奉的远游冠，辞别家乡，正式踏上了那条再也停不下来的路。那一年是西元1613年，一个春天的清晨，徐霞客背起简单的行囊，拄着竹杖，走出了江南水乡的城门。在《徐霞客游记》整本书的第一篇第一句话里，他记下了出发那天的心情。他写道：云散日朗，人逸山光，俱有喜态。意思是那天云开雾散，阳光明亮，无论是人的心情还是山的光色，全都带着一股藏不住的喜悦。短短12个字，你几乎能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即将奔向他梦寐以求的天地时，那种雀跃与飞扬。从此以后，这双草鞋，这根竹杖，就成了他走遍天下的2件信物。他不像达官贵人那样坐信骑马前呼后拥，而是和最普通的旅人一样，徒步翻山，自己背行李，饿了啃几口钱粮，渴了喝几捧山泉，累了就在荒村野店甚至山洞篝火边将就一夜。他要去的地方往往是人迹罕至，连当地人都不敢去的险峰深谷。在接下来的30年里，他几乎把整个中国的名山大川一座一座、一条一条的走了个遍。那么，就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，一站一站出发吧。我们的第一站
是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黄山。我带你登上的第一座名山是黄山。在徐霞客心里，黄山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。他2次专程登临，后人甚至把他游霸黄山的感叹传成了那句名满天下的话：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意思是看过了黄山，天下别的山仿佛都不值一看了。黄山最摄人心魄的是它的云海。徐霞客站在高处俯瞰群峰，写下了一句绝美的话：下盼珠峰，时出为碧滘，时眉为银海。往下望去，那些山峰在翻涌的云雾里，一会儿探出头来，成了一座座青碧的小岛，一会儿又被白云淹没，化进一片浩瀚的银色大海。云在动，风在隐现，整座山就像活了过来。他甚至记下自己独自登上最险的天都峰，独上天都，雨至其前，则物喜于后。他走到哪里，那团云雾就退到哪里，仿佛天地在为他一个人缓缓拉开帷幕。黄山的奇松同样让他欣为观止。那些古松从陡峭的岩石缝里赶强地长出来，盘根错节，把根死死地扎进石头。而当他终于攀上峰顶，眼前的景象更是震撼。四顾奇峰错列，众壑纵轰，直黄山决胜处。四面望去，奇峰一座座错落排开，千孤万壑纵轰交视，这就是整座黄山最壮丽的极致之处。远望那连门的群峰，他只觉得北望黄山诸峰，片片可多。那些山峰清晰的，仿佛一伸手就能一片一片的摘下来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：400年前的某个清晨，一个孤独的旅人独自站在黄山的峰顶，看着脚下云海翻腾，朝阳破云而出，金光洒满群峰。没有战车，没有经道，没有同行的人，只有他一根烛照和这片惊心动魄的天地。那一刻的壮美与孤独，他用一支笔替我们留住了整整400年。离开黄山，我带你去看徐霞客笔下另一处奇景——浙江的雁荡山。如果说黄山的美在于云海奇松，那雁荡震撼他的是壁立千仞的奇峰和一道从天而降的瀑布。先说那些奇峰，徐霞客远远望去，只见望燕山诸峰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扑人眉宇。雁荡的群峰像一朵朵盛开的芙蓉，直插云天，那逼人的气势，一片一片庞浮扑到你的眉眼之间。他还连用了好几个比喻来形容那些怪石奇峰，如削如藏，如祭塔，如挺枝，有的像被刀削过一样陡直，有的像剑簇一样踵聚，有的像并排的春塔，有的像挺立的灵芝，造型千奇百怪，无一雷同。而雁荡最有名的是号称天下第一瀑的大龙湫。徐霞客亲眼见到那道瀑布竟近200公尺高的悬崖上直下而下，写下了全书最摄人的一段描写：龙湫之瀑，轰然下倒，潭中崖势开张，峭削，水无所着，腾空飘荡，顿令心目炫步。那道瀑布轰然砸进下方的深潭，两旁的崖壁开阔而陡峭，瀑布落到半空，无所依附，竟整个腾空飘荡，化作漫天烟雨。那磅礴的气势，看得他眼花心惊，目眩神摇。而要看到这些奇景，是要拿命去换的。雁荡的许多奇峰根本没有路，徐霞客就用雪索绑在腰上，攀着光秃秃的石壁，一寸一寸地往上挪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为了亲眼看清一处别人从没到过的景致，他常常把自己悬在半空，命悬一线也在所不惜。对徐霞客来说，最美的风景永远藏在最险、最没有人去过的地方。看够了奇绝险峻的高山，我带你换一种风景，去南方的桂林，泛舟那条柔美如梦的漓江。桂林的山水是另一种极致，这里没有黄山雁荡那种剑拔弩张的险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圆润清脆的小山峰，平地拔起，
倒映在碧绿如带的江水里。徐霞客来到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山水，被眼前的奇景深深震撼。他这样写道：诸微峰分至跌出于前，玉离立现奇，连偏角胜矣。眼前那一座座奇峰分开矗立，层层跌出，越是各自独立，越是争相献出自己的奇巧，仿佛一座连着一座，比赛似的，看谁生得更美更绝。你闭上眼，想象那个画面，一叶小小的竹筏顺着平静如镜的漓江缓缓漂流，江水碧绿清澈，两岸是数不清的清风，一座接一座向后退去，倒映在水面上，分不清哪个是真山，哪个是倒影。渔翁撑着竹筏，筏头立着几只鸬鹚，淡淡的炊烟和水雾在山间飘散。这幅画面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最美的山水。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正是这般如诗如画的光景。从剑锋插天的黄山雁荡，到柔波荡漾的桂林漓江，徐霞客的脚步几乎踏遍了中国山水的每一种面貌。而他从不只是看个热闹，每到一处，他都仔细记录这里的山形、水势、岩石、洞穴，留下了极其精确的地理观察。他既是一个沉醉于美景的旅人，更是一位严谨的地理学家。接下来，我带你跟着徐霞客走到他这趟壮游最遥远也最艰难的一段——西南边陲的云南。那是他生命最后几年，拖着疲惫衰老的身体，依然要去探寻的奇境。云南有一种举世罕见的地貌，徐霞客见到了如今闻名天下的石林。成千上万根灰黑色的石柱拔地而起，密密麻麻地抽立住，像一片由石头长成的森林，又像万把利剑插在大地上。他穿行在那一道道狭窄幽深的石缝之间，被这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地折服。而最能体现他那股探险家精神的，是他钻进一个又一个幽深的溶洞。在那个只有火把照明的年代，钻进伸手不见五指、深不可测的地下洞穴是极其危险的事，随时可能迷路、坠落或被困在里面。可徐霞客偏偏对这些黑暗的洞穴筑了魔。他高举着火把深入洞中，火光照亮了头顶上千奇百怪的钟乳石。他这样记下眼前的奇景：钟垂列乳柱，缤纷窈窕。洞顶垂下一排排乳白色的石柱，缤纷多姿，幽深曲折，美得让人屏息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很可能是亲眼看见并记录这些地下奇观的第一人。云南，徐霞客还做了一件足以载入科学史的大事，他要去寻找长江真正的源头。在徐霞客之前，所有人都相信一本千年古书《尚书》里的说法：名山岛江。长江发源于四川的岷江，这是圣贤之书写下的结论，上千年来没有人敢怀疑。可徐霞客一路亲自走访、实地考察，却发现事情不对。有一条叫金沙江的大河，比岷江更长更远，从遥远的西部雪山奔流而来。他大胆地推翻了流传千年的权威定论，斩钉截铁地写下：故推江源者，必当以金沙为首。要追究长江真正的源头，就必须以金沙江为首，而不是岷江。你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分量。在那个尊崇古书、迷信权威的年代，一个没有任何官方头权的旅人，仅仅凭着自己一双脚走出来的实地考察，就敢去纠正一部流传了上千年的经典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底气。而他靠的不是空想，不是引经据典，而是亲身走到那里，用眼睛看，用脚步丈量。这正是最了不起的科学精神，不仅信书，只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。300多年后的今天，现代地理学证明，徐霞客当年的判断是对的。你可能会以为徐霞客的30年是一趟潇洒直逸的逍遥游，但真相远比这残酷得多。他走的路几乎每一步
都伴随着危险和苦难。为了攀上一座没有路的险峰，他常常手脚并用，贴在近乎垂直的绝壁上，靠着几个指头的着力点，悬在万丈深渊之上，稍一松手就会粉身碎骨。为了渡过湍急的溪流，他拄着竹杖在冰冷的激流里深一脚险一脚，浑身湿透，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峭壁。风里来雨里去，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野谷，是他30年的日常。这一路上他遭过的罪数也数不清。在湖南，他被强盗洗劫一空，同伴遇害，自己久久逃生。在荒山里，他断过粮，饿着肚子走了好几天。他染过重病，发着高骚，还拖着病体继续赶路。到了云南，常年的奔波劳累终于压垮了他的身体，他的双脚敲烂，几乎无法行走。可即便这样，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还没走完的路，还没看过的山。你不禁要问，是什么支撑着一个人在30年里一次又一次的把命搭上去？没有名，没有利，换来的只有风霜、伤病和无尽的孤独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是热爱。一种纯粹到近乎执拗的热爱。他不是为了任何人、任何功名去走这些路，他只是单纯的、深深的爱住这片山河。把这本书合上，我想跟你聊聊徐霞客的这一生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每一个跋涉了一整天、累得快要散架的夜晚，徐霞客在做什么？他没有倒头就睡，他会在山洞里，在篝火旁，在摇曳的油灯下，拿出纸笔，把白天看到的每一座山、每一道水、每一个洞穴，仔仔细细地记下来。不管多累、多冷、多饿，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30年，从未间断。正是这些在篝火边一笔一笔写下的文字，最后汇成了那本60多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徐霞客的一生没有做过官，没有发过财，在当时很多人眼里，他就是个不务正业、虚掷光阴的怪人。可是400年过去了，那些和他同代、汲汲于功名利替的人早已被人遗忘，而这个把一辈子都浪费在山水里的徐霞客，他的名字、他的书却一直流传到今天，被一代又一代人记得、敬佩。他用一生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，把一生献给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本身就是一种圆满，无关乎别人眼中的成功与否。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在做着应该做的事，读该读的科系，做稳定的工作，过安全的人生，却常常忘了问自己一句：我真正热爱的到底是什么？徐霞客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不是他走了多远，爬了多高，而是他敢于不顾一切，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自己心中那团熊熊燃烧的火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跟着徐霞客的这本游记走完了他30年的孤旅。我们从他弃科举，带上母亲凤的远游冠词家出发，登黄山看云海奇松，攀雁荡看天下第一瀑，泛漓江赏千峰碧水，探云南的石林溶洞，又溯金沙江，为长江的源头翻了一遭1000年的案。最后我们看着他在一个又一个篝火之夜，把这趟壮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进了不朽。他出身书香，本可安稳做官，却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苦、最险也最自由的路。一个人，一双草鞋，一根竹杖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把一生献给了山河与热爱。我希望今天这趟旅程，不只是让你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古人，更能让你在合上影片之后，鼓起一点点勇气，去靠近那件你心里真正热爱，却一直不敢去做的事。如果这趟跨越30年的壮游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每周都会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
我们要从这片壮丽的山河，走进一座明代的大工坊，读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，看看4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造纸、炼铁、织布、制盐，把一生的手艺玩到出神入化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如果能像徐霞客一样抛下一切，用1年的时间，只做一件你最热爱的事，你最想去做的会是什么？我们下集见。